从那之后，这两人理查德和丹就像是着了魔一样疯狂，开始跟踪琳达·科蒂尔。他们到处尾随她，表现得简直像是中了邪，不仅沉迷于她经历的那一晚，还根据报道亲自上阵策划了一场绑架。1991年4月29日，琳达据称被这两名男子再次绑架。这次他们不是外星人，而是地球人，丹和理查德。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逼问琳达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更诡异的是，没过多久，琳达再次遭到丹的绑架，而这一次对方居然强迫她穿上那晚被外星人带走时的睡衣。琳达回忆，在那次离奇经历中，她甚至看到四周放着疑似 CIA 中情局文件，仿佛是某种官方背景下的监控或实验室。这对痴迷组合不断骚扰琳达，让整件事开始从超自然事件变成了一场现实中的精神惊悚剧。连资深 UFO 研究员霍普金斯都开始怀疑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 UFO 事件，还是某种更深层、更黑暗的政府阴谋？与此同时，这起事件又出现了一位新的神秘目击者，使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一次是一位自称为珍妮特·金布尔，或称金博尔的女性找到了霍普金斯。她声称，在事件发生的当晚，自己的汽车恰好在布鲁克林大桥附近抛锚，就在等待援助的时候，她抬头看到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漂浮物体，但当时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外星人来访，反而以为是某部科幻片在拍外景。直到多年后听说了琳达·科蒂尔的故事，才惊觉那一晚自己亲眼看到的可能正是那个传说中的飞船。这时霍普金斯也终于决定不再保守秘密，他把这个案例公之于众，开始在媒体上发表相关内容。他想要让更多目击者站出来，为琳达的经历提供佐证或线索。与此同时，他也试图联系那位最关键的高官证人，据说当晚坐在车里亲眼目睹 UFO 与漂浮的女人的人——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任联合国秘书长。霍普金斯表示，他确实成功联系到了奎利亚尔，并从私人对话中得知，奎利亚尔承认当晚确实看到了不明飞行物。但问题来了，这位国际高官的回应是：我不会公开谈论这件事，如果媒体报道出来，我会选择否认。换句话说，他看到了，但他选择缄口不言。当然，对于霍普金斯的研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几位颇具声望的 UFO 研究者，乔治·汉森、约瑟夫·斯特弗拉以及理查德·巴特勒，就曾对这起所谓的科蒂尔绑架案提出了不少尖锐的质疑。他们指出了哪些漏洞？首先，这三位研究者批评霍普金斯的调查过于草率，连最基础的核查都没做。当晚的天气情况他没查，大楼保安有没有目击异状他也没问，是否有监控记录，附近摄像头捕捉到异常光源，也没有系统性追踪。此外，他们认为最令人怀疑的一点是，这起所谓飞碟绑架案发生在纽约市繁忙的市中心，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型公寓楼，可却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目击证人，既没有邻居看见琳达飞出窗外，大楼的其他住户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或光亮，晚班保安也没有报告任何异常。至于那些唯一的见证人理查德、丹、珍妮特等人，也都无法找到确凿的身份或证据来佐证他们的说法。所以，这很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是一位心理受创女性的幻想，是一位研究者为了某种信念而自我催眠般的执念调查。真相的碎片正巧在一连串无法验证的故事与沉默之间悄然隐没。整起事件中，目击者的可信度一直是人们最质疑的核心之一。让我们来盘点一下，证人们都是谁？两位神秘保镖，理查德和丹从未公开现身，身份无法核实，仿佛凭空冒出来的角色。所谓的外交官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据说曾承认见到不明飞行物，但明确表示不会对外公开，任何相关报道都将被他否认。珍妮特·金布尔，一个自称目击飞碟的女人，却没有留下任何真实身份的线索。据琳达回忆，
当晚还有一位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的卡车司机目击了整个过程，但此人至今始终没有出现。从表面看，这些人要么匿名，要么拒绝发声，让人不得不怀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目击者存在？这些证词会不会是琳达的心理建构，或被催眠后形成的记忆植入？但事情到这儿还没完。就在整个事件逐渐被视为都市传说的时候，又有一名人物突然现身——杨西斯·宾塞。他声称自己是《纽约邮报》的记者，当晚正好在事发公寓对面的办公室加班。据他说，不只是他，办公室还有其他人一起亲眼看到了琳达被吸进飞船的全过程。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还声称，那晚不止琳达一人被绑走，还有其他人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些其他人到底是谁。到头来，没人能真正说清楚，这起如今被称作曼哈顿转移绑架事件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名女子真的在纽约市中心，从自家公寓里被外星人抓走了吗？可如果真有这事，为什么几乎没有目击者？那些声称看见一切的人到底是谁？他们真的存在过吗？关于这起事件的猜测层出不穷。有人说，这是一起巨大的阴谋，可能牵涉到政府、CIA 甚至外星势力。也有人认为，外星人对所有当晚目睹真相的人实施了集体洗脑或记忆抹除，否则怎么可能在那样热闹的地方几乎没人看到？还有一种说法是，琳达可能是被人类绑架的，但她的大脑在创伤后自动编造出了外星人那部分记忆。可如果真是这样，又该如何解释那些目击者的说法？还是说，他们其实什么也没看到，只是跟着一起脑补了整场离奇的幻想？又或者，最根本的可能是，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琳达·科提尔自导自演的故事，一个精心编织的奇谈怪论，把不知不觉的巴德·霍普金斯也卷进了他的幻想世界。不管真相如何，曼哈顿转移绑架事件早已成为一桩广受争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都市传说，而它短时间内恐怕还不会被人遗忘。说到这，我们把目光移到地球另一端。故事发生在1993年8月8日傍晚，地点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贝尔格雷夫和喷泉门之间的乡间公路。那天晚上刚过7点，一位27岁的家庭主妇、3个孩子的母亲凯莉·凯希尔正和丈夫一起开车外出，准备去参加朋友女儿的生日派对。他们穿过丹德农山脉的宁静山脚地带，一路驶向墨尔本郊区的住宅区。那是一条偏僻、昏暗又安静的道路，几乎没有其他车辆经过。然而凯莉坚称，那晚在他们车的后方还有一辆车，里面坐着一男一女。窗外风景寂静无声，夜色渐深，什么都看不太清。凯莉坐在副驾驶上，望着窗外缓缓划过的山林与夜空，没想到一个匪夷所思的遭遇正悄然逼近。然而就在她迷迷糊糊地望着窗外的时候，一道突如其来的异样景象让她瞬间清醒了过来。当时凯莉正望向那片越来越起伏的乡村山地，就在那时，她看到一圈橘红色的光，就像一个光环，安静地停在旁边农田里的草地上。那东西太奇怪了，不像是人类常见的任何设备，也不像灯塔、车灯或者路边建筑的反光。他盯着那不明物体，试图搞清楚那是什么。他就那么静静地躺着，像是着陆的样子。等他们的车驶过那片田地后，凯莉赶紧告诉丈夫，我刚才看到一个 UFO。 但她丈夫并不怎么当回事，他轻描淡写地说，可能只是架直升机吧。于是两人也没再多说，把这件事暂时抛在脑后，照常去了朋友家参加派对，吃吃喝喝，聊天庆生，就像一个普通的夜晚那样度过。可真正怪异的事情在他们回家路上才刚刚开始。当他们沿着来时的同一条路返回时，那神秘物体再次出现了，这次不再是躺在地上，而是直接漂浮在马路正前方的空中，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凯莉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曾这样对 UFO 研究员罗布蒂利描述道，那时候我们正在沿着同一段路往回开。凯莉回忆说，就只有我们俩，我和我老公，我们都亲眼看到那圈东西，
就在我们面前，悬在马路上方，就那么静静地飘着。它就像是停在那里，我完全说不出那是什么。起初我们离它还有点距离，可越靠近就越看得清楚。它不像我之前在田野里看到的那圈橘色光，而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好像是某种玻璃罩包着，底部还亮着灯，看起来像窗户一样。因为天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越走越近时，最奇怪的是完全没有声音，安静得令人发毛。她丈夫这时也开始紧张起来，说：“你说的对，那东西真的很奇怪，非常奇怪。”凯莉接着说：“我发誓，我们看到了里面有人影。”就在我跟我老公说我敢肯定里面有人的那一刻，那东西突然一下子向左边飞走了，快得根本看不清楚，只是一瞬间它就彻底消失了。那种突如其来的加速，瞬间消失在空气中的能力，让人类根本无法理解。他说：“这不是飞机，不是直升机，不是无人机，那不是人类科技能做出来的事情。”凯莉接着描述了那个夜晚更诡异的经历。我们继续开着车，前方大概1公里左右的地方，突然之间出现了一道非常非常刺眼的强光。强到什么程度呢？我得抬起手挡在额头前，才能勉强透过窗户看出去。可即使这样，我什么也看不见。我问我老公：“你打算怎么办？”他说：“继续开啊。”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时他语气发生了变化，带着一种复杂的兴奋和不安。我知道我肯定会看到 UFO 的，你懂吗？就是那种感觉。那晚我都看到2次了，我老公也看到1次。我的肾上腺素飙升，心跳的厉害，我太激动了。但紧接着一切又断片了。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又坐在车里，好像中间那段时间被人按下了快进键一样。我转头问我老公，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也一脸迷茫地说：“我不知道啊，我们大概是开过了哪个弯道吧。”就这样，他们突然之间回到了正常状态，就好像中间那段时间，从遇见那道强光之后到回过神来之间的所有事，完全被抹去了。一段被消失的时间，一个记不清的空白。他们俩这时候开始感到非常奇怪，就好像刚经历了一场意识短路，像是被人关机重启了一样，可却又说不上为什么会这样，只知道那种感觉挥之不去，诡异至极。更令人不安的是，车里还弥漫着一股像呕吐物一样的怪味，但检查了一圈没人吐过，也没有任何呕吐的痕迹。随着他们讨论这些不对劲的感觉，事情变得更加离谱。凯莉忽然瞥见车窗外路边有个黑影走过，是个高高瘦瘦、黑漆漆的身影。她当下就觉得那不是人，直到回到家里，他们才惊恐地意识到时间不见了。他们2人整整少了1小时的记忆，完全无法解释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而当凯莉洗澡换衣服时，新的发现又把这件事推向了另一个层次。她在自己肚脐上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3角形印记，而在那个印记的更上方还有一道细长的疤痕。这2处伤痕在那晚之前从未存在过。从意识模糊、时间消失、诡异臭味，到非人的黑影、突如其来的身体印记，他们所经历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范畴。不仅如此，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俩开始出现各种无法解释的身体症状，持续不断的头痛、恶心、胃痛，全身像被压榨干的肌肉疲劳感，几乎一动都难动。凯莉的状况尤其严重，她突然开始月经紊乱，完全不在正常周期，而且身体虚弱到连走路都走不动。她丈夫连忙把她送到医院，检查结果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她子宫发炎了。而在身体出状况的同时，凯莉脑中也开始慢慢浮现出一些记忆碎片，就像水面下的泡泡，一段段模糊的画面从她潜意识中浮了上来，像半梦半醒之间的迷离回忆。她记起自己曾走进一团刺眼到几乎致盲的强光，光中有一些影子一样的人形在移动，模糊不清。而当有一天，他们开车再次路过那个地点时，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突然袭来，她瞬间就想起了一切。那段被抹去的1小时，像闪电般在脑海中重现。她这样回忆道：那天晚上，
我们从宾果游戏回家的路上又走了那条老路。当我们经过某个特定的地点时，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感突然从身体深处升起。我是说，真正的恐惧，仿佛要把我撕裂的那种。就在那一瞬间，我开始回忆起来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几乎把那晚发生的一切都想了起来，还有一段时间，我还是无法回忆。他说，他们当时其实是直接驶进了那道强光之中。当时以为他是在正前方，但实际上是在他们右手边的田野里，而且那东西巨大无比，像一座房子那么大，甚至可能有50米宽，真的非常巨大。为什么我知道它有那么大？因为那段路绕着它转，你可以连续开5分钟车，都能看见它一直在你身边，一直没离开视线。这个记忆的细节彻底颠覆了他们原先对那晚所发生事情的认知。他接着回忆道，突然之间，我开始对我丈夫尖叫，而这点真的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正常人不会知道这种事。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脱口而出的，我竟然喊道，他们没有灵魂。就在那一刻，恐惧感如潮水般淹没他。他形容那个靠近的存在是个大约7英尺高的瘦长黑影，他的眼睛是燃烧般的红色，他用词极为具体，像是荧光红绿灯那种，真正那种烧灼感的红，真的就像是燃烧的红光。他与那实体对视的一瞬，仿佛有种本能的认知，这个东西不是人类，它甚至不是有灵魂的生命。更加离奇的是，在她和丈夫的汽车附近，还有另一辆车停了下来，从车里下来的13名陌生人，也被吸引到了同一片光亮前。这就意味着，这场遭遇不是她一个人在幻觉，它极可能发生在多位目击者面前。凯莉继续描述那个骇人时刻，然后我就一直在尖叫，他们没有灵魂。接着突然之间，整个田野里到处都是他们，不止一个，是一大群。他们开始朝我们冲过来，比人类奔跑还要快，但他们根本没有踩地，是在滑行。当他看着这些高大黑影逼近时，他说他们在穿过田野的一半时分成了2队，一些冲向她和丈夫，另一些则冲向那辆停在不远处的车和陌生人们。我当时真的是歇斯底里的恐惧，我从来没经历过那种恐惧，哪怕是在我最糟糕的噩梦里都没有。而就在他还惊魂未定之际，他感受到了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击。我突然觉得肚子被狠狠一撞，像是被打中一样，砰一下，像是被打得喘不过气，然后我直接被抛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仰躺着。我坐起来时，头垂在膝盖之间，那时候我只是在拼命让自己保持清醒，但我看不见了。整个场景像是被撕裂的记忆碎片拼凑起来的噩梦，眼前一片空白，意识模糊，身体不受控制，而那群诡异的无魂之物正无声无息地靠近。你想知道他之后还记起了什么吗？他不是唯一一位目击者，接下来发生的事会彻底颠覆你对真实的理解。凯莉回忆说，我的眼睛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在那个诡异的遭遇中，她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丈夫还在身边，但她几乎一句话也没说，仿佛也被某种力量控制住了。而那些诡异的生物则在不断地用心灵感应向她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会伤害你。但越是听这些话，凯莉心里的感觉就越不对劲。她说，那些他们嘴上说着无害，可她内心深处的直觉却在尖叫，他们是邪恶的，全身上下都透着邪气。那一刻，她突然从极度的恐惧中挣脱出来，一股愤怒不知从哪儿涌上心头，直接压倒了之前所有的惊恐和无助。我开始大喊，叫他们滚，破口大骂，威胁他们。我怒不可遏，就像是被点燃了一样。然后记忆再次断片，下一秒他就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车里，而关于中间发生的事，脑海中只剩一团撕碎的回忆碎片。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开始不断做非常逼真，仿佛身体真的经历过的梦。梦里他再次见到那些生物，还梦见自己置身于他们的飞船之中，和他们交流对话。凯莉称这些梦为醒梦，她这样描述其中一个令人震撼的梦境。在那之后，我又做了一个梦，
可这些梦，它们不是普通的梦，是真的有感觉的，就像我真的在那个地方，真的在那里发生过。他梦见了什么？他在飞船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交谈？接下来的记忆不只是梦，更像是他内心深处被封锁的真相，开始慢慢浮出水面。凯莉这样描述她最难以忘怀的一次醒梦体验：我知道我在做梦，我努力让自己醒过来，可这一次，我感觉我的双腿被人从床上拽了下去，从腰部以下完全动不了，就像瘫痪了一样。我的腿被拖向床的一侧，我拼命挣扎，上半身还能动。我抓起枕头猛地砸向我丈夫，想把他弄醒，叫他帮我。我在心里拼命吼，我绝不会让这东西把我拖下床。突然，他醒了。可醒来后，他还在那里。那影子就站在房间里一动不动，但这一次，他兜帽低垂，遮住了那双燃烧的红眼，而他竟发现自己虽然依然心跳如雷，却没有上次那么害怕了。他身上那种力量，还是和那天晚上在田野里时一样，一种无法解释的压迫感。但这次我不是恐惧，而是熟悉。整个过程中，凯莉的丈夫始终处于沉睡状态，对那晚的经历只字不记的，连他奋力拍打她的举动也完全没有察觉。而这一切让这段经历显得更加诡异和超现实。凯莉的记忆就像碎玻璃一样，一点一点地拼凑回来。梦与现实，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界限早已模糊得无法分辨。凯莉后来联系了悉尼的 UFO 调查专家比尔·乔克，他是 UFO 调查中心的负责人。乔克对凯莉的经历非常重视，随即联合一个名为澳大利亚现象研究小组 PRA 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结果，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们不仅真的找到了当天夜里在附近经过的另外2辆车的目击者，这些人也都表示当时看见了不明飞行物。更震撼的是，他们成功确认了凯莉提到的那3位现场遇见实体的人，也都声称自己经历了极度诡异的事情，而且他们的身体上同样出现了和凯莉一模一样的三角形印记。调查组还亲赴事发地点展开实地勘察，结果发现了不少无法用常理解释的物理异常现象，磁场紊乱、仪器读数异常，检测到奇怪的放射性物质，地面上还有一些诡异的痕迹，看起来像是重物着陆留下的压痕，但又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简而言之，这并不只是某个女人说她看到了外星人这么简单。这起事件逐渐从个人的记忆片段转变为一个牵涉多位目击者、有实地物证、有身体痕迹的未解之谜。在整个澳大利亚 UFO 史上，这一次凯莉凯希尔事件被认为是最具说服力、最无法忽视的 UFO 接触案例之一。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是谁？还有哪些被封印的片段等待从他的记忆深处苏醒？与此同时，凯莉凯希尔这段离奇的经历也迅速登上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他本人也从一位普通主妇变成了外星人接触事件的公众人物。他出现在电视节目里，参加 UFO 大会演讲，还在199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遭遇真实的故事》，把他那晚的所有经历写了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凯莉又陆续补充了一些更惊人的细节。他声称曾被一架无编号的黑色直升机跟踪，看起来像是军方，但又没有任何标识。他和那些外星存在之间建立了一种心灵感应的连接，而且那些存在向他传递了一个警告，他们计划入侵地球。听起来是不是有些科幻，甚至有点离大谱？确实，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几乎就是风言风语。但让人纠结的是，凯莉并不是一个容易被否定的证人。她没有精神疾病史，没有撒谎的动机，也没有经济困境。事发前，她从未对 UFO 或外星人表现出兴趣，更不是 UFO 圈的人。她的邻居、朋友、家人都一致评价她是个诚实、踏实、真诚的人。确实，正是因为凯莉凯希尔本人的可信度，再加上多名证人的交叉印证，以及现场留下的物理证据，她的遭遇事件在整个 UFO 研究领域都被视为极具分量的经典案例。负责调查此案的澳大利亚 UFO 研究专家比尔·乔克也曾这样评价：
我们遇到的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情况：有2组互不相识的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目击了同一个 UFO 和同样的实体。他们都经历了失去时间的状况，而且这2组人都接受了专业调查人员的独立访谈。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彼此毫无关联的证人所提供的信息居然高度吻合，细节也能互相交叉验证。乔克认为，这构成了一起令人信服的案例，表明当晚所发生的那些古怪事件很可能确实真实存在。从多个角度来看，多方证人互不认识却描述出一致的情节，都有时间丢失的经历，身体上出现形状一致的奇怪印记，现场侦查也检测到磁场异常与不明痕迹。这些事件背后到底有没有实体性，也就是它们是否真实发生过，从多个层面来看，似乎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尤其是那些无法轻易解释的物理痕迹。地面上出现的异常印记、磁场异常的读数，以及目击者们身体上的奇怪反应，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那一晚发生的事情绝非空穴来风。在澳大利亚的 UFO 研究历史中，凯利凯希尔事件被认为是最离奇、最扑朔迷离的案例之一。但遗憾的是，这个谜团至今仍旧无解。其中一个最让人头痛的问题在于，虽然澳大利亚超长现象研究组织声称他们已经针对这起事件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甚至撰写了详尽的报告，但那份报告却从未公开发布，始终秘而不宣。更让人质疑的是，当晚那些所谓的其他目击者的身份从未公布，也没有任何一位接受过主流媒体或独立研究机构的正式采访。就连 Kelly Cahill 这个名字其实也是个化名。也就是说，尽管事件细节引人入胜，且线索看似环环相扣，但它的核心部分却始终笼罩在一层厚重的迷雾之中。最终，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确切知道，那条寂静的乡间小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谜团至今未解，也可能永远无法被解开。但毫无疑问的是，这起事件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离奇、最震撼人心的外星绑架案例之一。它像一道深不可测的裂缝，把现实与未知撕开了一道缝隙，让我们忍不住反问自己：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这些案例里，每一个细节都令人头皮发麻，每一个证词都令人陷入沉思。他们留下的不是结论，而是更多的疑问。这些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遇到的真的是外星生命，还是某种我们尚无法理解的存在？是幻觉？是集体记忆错乱？还是隐藏于现实背后的另一种真相？真相未明，线索散乱，最终只能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判断。